喜，我来晚了，怎么不进去啊？哎，你朋友？不是，走吧。啊，来，情人节快乐。谢谢。总有一些时刻，旁人都成双成对，而我孤身一人。情况怎么样？还在抢救呢，小伟去了解情况了。夏总，别担心，我们都在呢。珍珠，我们都在呢。那个男的是小游的继父，小游妈妈瘫痪在床，那个继父对他们很不好，不是打就是骂，所以小游呢一直在攒钱，想带他妈妈离开盛城，已经攒了不少了，计划下个月就走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才说不能给小兰当助理。那个男的伤怎么样？小游根本没有捅到他，他自己摔倒了，然后摔在那个碎掉的啤酒瓶上面。叫我说这种人就是活该，应该再扎狠一点。没伤到心里还好。这个男人这个德行，家里肯定也不是什么善茬。人要是真没了，家属过来一闹，尤丽那更麻烦。也是啊。你们是尤丽的朋友吗？哦，是。我们需要跟他了解一下情况。带我们过去。公安同志，尤丽是我的员工，她在盛城相依为命的母亲，现在还躺在重症监护室，生死未卜。楼下那个陈刚说你要杀了他。我没有。公安同志，我是尤丽的律师，我想你们跟医生也了解过了，陈刚的伤在腹部，是玻璃扎伤的，所以他的伤跟尤丽没有关系。那尤丽，陈刚是怎么跌倒的？他喝多了自己摔的，他每天都喝到烂醉，喝醉了就打我和我妈，邻居们都知道，你们可以求求邻居们。今天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妈已经被他打得半死。那他今天又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发现我想带我妈走，我想离开他。如果我再不走的话，我和我妈都会被他打死的。公安同志，尤丽本来是可以升职的，就是因为要带她妈妈走，所以放弃了这个机会。如果不是走投无路，谁会放弃大好前途？这样，你母亲最近需要受照顾，你暂时不要离开顺城，我们随时能够找到你，了解相关情况。那个陈刚打他妈怎么说呢？公安同志，当时我也在场，有什么要了解的可以问我。那混蛋拿棍子打他妈脑袋，他妈动都动不了。周律师，你说这算不算故意杀人？我相信公安同志们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。你们放心，陈刚的事我们会继续调查。你照顾好你妈，我们先走。走吧，谢谢。谢谢。起来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快去看看你妈妈吧。病人没有生命危险，不过我也没办法确定他一定会醒过来。病人之前瘫痪多年，而且这次受了刺激。除了常规的医疗手段之外，你们作为家属的陪伴以及病人自己的求生意志都非常重要。那就麻烦您多费心了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谢谢。谢谢。尤丽，你放心，派出所那边有什么情况会先跟我联系的，你就好好照顾妈妈。有什么需要尽管说，店里面人手够的，都能帮上忙。对，别跟你白姐客气。小尤，你一定希望你母亲醒过来，对吧？那你就让她好好在医院接受治疗，费用方面你不用担心，公司可以先垫付。夏总，治病有多花钱我知道，这太多了。我说了，先垫付，你不要有负担，就当是公司借给你的，以后每个月我会从工资里面扣一部分来还款，可以吗？好。
谢谢夏总。那这几天，你先好好在医院照顾你母亲，等她稍微好转一点，你可以随时来公司报道。去公司？夏总，你还愿意让我当您的助理？当然啊，你一直都是我助理的第一人选。小游，我真的很看好你。你聪明，工作能干，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更好的工作，更好的未来呢？夏总，谢谢。是。圣城的夜晚越来越亮了。是啊，以前这儿什么都没有，现在这里是很多人的家。我妈以前总觉得，只有故乡才是家，现在她也不这么想了。和爱的人在一起，哪里都可以是家。你知道吗？今天的小游让我想起刚从夏家醒来的时候，被所有人逼到绝境，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小游是个勇敢的姑娘，她应该拥有更好的人生。是啊，可是我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。周成，你说为什么我们拼尽了全力，却还是换不来更多的快乐呢？因为一旦上路，就停不下来了。人生没有坦途，所以当然没有那么多快乐。但正因为这样，那些转瞬即逝的快乐瞬间，才显得弥足珍贵。是啊，我知道我不该那么贪心，可是周成，我还是希望快乐的瞬间可以多一点。你的，我的，所有人的。哦，对了，杜兆辉跟我说，他发现云南人的活动。你已经很累了，今天我们就不说别人的事儿了，好吗？提出要调整的地方都记好了吧？施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的。行，去忙吧。夏总，尤丽的住处安排好了，离医院和公司都不远。我刚才去医院把钥匙给她。他妈妈怎么样？还没醒，不过情况比半个月之前好一些。小尤打算请一个白天的护工，他想回来上班。行，那你带他先熟悉一下公司的业务。好。小兰，你过来。哎，毛老师。叮嘱别人熟悉业务，我看你自己的业务都要生疏了。嘴上说的好听，跟我学经验、学实践，结果呢，把工地扔给我自己就跑了。你还没有人小杜上心呢。小杜？小杜天天在这儿做监工。小兰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一点你一定要向小杜好好学习。这建筑设计不光是画完图纸就了事，你要跟项目、跟进展，你这样才能发现自己的设计有什么问题啊，以后怎么改进提高啊？是，毛老师您说的对。毛老师啊，叫什么呢？可不可以让夏总跟小杜聊一聊？啊，你们聊。小杜，房子、车子都卖了，杜少变小杜，你要负责。我会对你的投资负责。电子产业是大势所趋，该电子城你绝对有胜算。是啦，你叫我帮你找的古董呢，我已经放消息出去了。前几天是有那么几件在古董行出现过，细节跟你说的有点相似，不过我需要更多资料才可以对比得更清楚。那有没有可能弄到照片？余家那批古董出的还挺多的，具体的细节于奶奶也记不清楚了。如果有照片的话，她肯定能想起来。好，我再问问。
如果拿到照片的话，不晓得夏总能不能够赏脸。哎，你知道那个晴月湖的度假区吧？美国人盖的那个？对呀，我看报纸上说好像马上要开业了。所以度假村的开业能不能够赏脸啊？不能，有约了。腿摔坏了，你赔钱！你是故意的吧？你知道你这种行为叫什么吗？碰瓷儿。碰什么？就是讹人。讹人？不是，你给我办一卡电动，你就不跟我表示吗？还说我碰瓷儿，我碰你了吗？啊，我碰哪了？我问你啊，我碰你了吗？啥时候碰你的？啊，我，你想干什么？没事，别理他，就一臭流氓。说谁流氓呢？说你呢。你给我等着。没事不，小兰？没事。挺明的呀，你想玩那个？想玩那个。可惨。那个看起来也挺好玩的，过去看看。这个还挺有意思，要不咱们排这个吧？别排了，上面去。怎么样？都安排好了，放心吧。不怎么。爷，咱就你俩，其他人呢？咱的人马上到。这阿杰，你在这等着，人骑到车上了，走。臭滚蹄子，我弄死你！快点！你谁呀？你想干什么呀？我找他。要欺负他？这关你什么事儿？哎，法治社会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爸是村主任，动我你们一个都做不了。你信不信我让你回不去啊？让我回不去？我。都别动啊！把人给我围起来！还等什么呢？打输了进医院，打赢了进法院，谁老本便宜？还打吗？何总哥，要不还算了吧，不至于。他们有刀呢。行，我今天心情好，我放你们一马。你等乜嘢？快点走了！我走，快点走！行了，都上车吧。小兰，有事儿呼我啊！舅舅先撤了啊。好，谢谢舅舅。慢点，舅舅。白姐、三哥、小伟，谢谢你们了。哎呀，没事，客气啥呀？都自己家人。对了，我刚来的时候看到，我看那边可大可好玩了，咱放个假一块玩会儿呗。哦，不用了，我们俩去附近逛一逛，还有点别的事儿。你们好玩啊？有事儿。哎，来，橙子哥，保护好小兰姐啊！走，我们走。走了啊！走了。哪里啊？什么？有摩天轮吗？你玩到的样子好像陈浩南。陈浩南是谁？港岛。港岛的，没听说过呢。以后你会听说的。
周律师，这次带我出来有目的的吧？可不是随便逛逛。说是出来玩，其实是考察的吧？夏总，美国人在这儿建了度假村，还建了高尔夫球场，那说明这个项目的位置显然很好。那是不是也适合盖楼呢？哦，周律师这么说，是帮我选好位置了？我刚出来找电话，从这里经过，突然灵光一闪，你看。你对着这个臭水沟突然流口水，这画面实在有点诡异啊！你带我来的目的不就是要看这块地吗？某人不是说过吗？房地产的3大原则就是位置、位置还是位置。这块地现在看着脏乱，但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。这边是秦岳湖度假区，这边是美国人即将修建的高尔夫球场，它在两者之间。仿佛就像2条巨龙追逐的明珠。周律师有眼光嘛？不过现在还有个问题啊，这块地就在美国人选的2块地中间，那为什么要偏偏漏下这块地呢？难道就因为它是个臭水沟啊？不可能，房产商不会因为这么一个表面的原因就放弃一块位置这么好的地，肯定还有别的隐患，得回去查查。呀。出来玩没带大哥大，得赶紧联系个钱。夏总还真是分秒必争啊！那可不，时间不等人啊。那块地的面积应该是20亩左右，按照美国人购地的价格，大概是1亩15万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只要凑够300万，应该就能拿下这块地。建材城和 Luna 这一季的分红应该有150万。再加上我之前攒的钱以及杜兆辉的咨询费，这个杜兆辉吧，在电子城没开业前还是别指望。舅舅那边说不定还能再抽调点资金，这样算下来，好像能成。虽然地价和面积需要政府具体评估，但左右也就不过10万的出入，应该真的没问题了。攒了这么久的老本，终于够资格入局了。那买地的钱是有了，盖楼的呢？盖楼的钱就只能冒点险了。冒什么险？贷款。第一步，抵押贷款。有了土地，就可以把地抵押给银行贷款。这笔资金可以拿来当做我们项目盖楼的第1笔启动资金。第2步，卖期房，售卖楼花，1年交房，现在开始。银行贷款下来后，可以先盖一栋样板楼，有了样板楼就有了参照，我们就可以进行预售，也就是港岛人常常做的卖楼花。顾客们的第1笔资金可以用来继续盖下一栋。这听起来好像确实可行，但这每一笔资金可都得衔接得刚刚好。但凡中间出现一点纰漏，或者是资金到账延误，资金链随时都可能崩塌。确实是有点冒险。可是这么好的位置实在是太难得了，如果我现在放弃了，恐怕我以后每次路过这儿都会后悔。从我选择学建筑开始，我就一直期待着这一天，所以我不想放弃，我想要试试。好，那既然你决定了，就陪你一起努力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真的不知道留给我的时间还剩多少。哎，不过小兰，
现在的房子一般都是单位给分的，买商品房的本身已经很少了，那更何况连房子都看不见，只能买个楼花了。我总觉得这个事儿吧，就跟东亚村那个酒店一样，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消费得起。所以，我们的目标客户是那些来圣城经商且已经接受楼花概念的港岛商人。难的不是买地，而是卖。港岛人注重彩头，这块地没被美国人看上的消息，迟早会传出去的。如何扭转这块臭水沟在购房者心中的形象，需要一个好故事来包装。这些事情以后再想，我得想想还需要什么步骤。是医院的事儿吗？没事儿，你先去吧。好，拜拜。做了这么久的梦，终于可以实现了吗？夏小姐，你要购买土地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去年呢，就已经有过私营公司拿土地的先例了。太好了，那我需要准备什么手续？首先，你需要注册一家地产公司。启航地产是不是这个？开启的启，远航的航。然后呢，你还需要挂靠一家拥有建筑资质的国企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手续。龙城第二建工，那当然好啊。刚好你有个师哥在这儿，我先问问。行，谢谢毛老师。最后，你还需要准备一份土地租赁意向书，写清楚土地的规划和用途，关于治理垃圾、整洁适能的内容，这一点可以酌情放大。夏总，前两天我去咨询，街道重新来人测量了这块地，有20几亩。原来是甘泉村的村主任在政府征地的时候动了手脚，瞒报了这块地。美国人没圈这块地，不是没看上，是压根儿都不知道。他是真不懂法，还是动了什么歪心思？再去打听打听。虽然我们拿地直接向政府打申请走流程就行，但是我不想后续还有什么隐患。好的，夏总。呀，谁把这车停我家道上啊？对不起，是我们的车，一会儿就开走了。进来我挪手，你动啊！你挪，哎，等，哎，不是你别走，我告诉你，你给我等着。你刚刚说这是你们家？站住！你上次说你爹是村主任是不是？我就抄近道回个家。带到那你可不带了。那个姐啊，我现在我改邪归正了，那车要给我多久都不去了。别嚷嚷，问你什么你就答。是村长，我爸是村长。行，那今天就不打你。回去问你爸，当初征地的时候为什么瞒着不上报？问清楚了，明天早上在这儿等我，别想着动歪心思，不然那个拿刀的人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哦。好的，姐。谢谢。夏总，这样的人能办成事儿吗？无所谓，本来也不指望他，只是想看看能不能帮忙少走点弯路。他不成事儿，对我们没影响。夏总，要不我去看看？不用了，这地一定有什么古怪。爷，喂，爷，你把门打开，爷！你这什么地涌金沙呀？你这是喝多了，你眼花。把给头来点多难。听说我们村里有金沙，哪里有金沙？你这臭职工，你说你把它卖了换几十万补偿款不行吗？啊！你说有本事你把我关一辈子，你哪天我当村主任了，我第一件事我给你臭猪狗给你卖了。
夏总，原来罗耀宗那小子被他爷爷关起来了，他爷爷还说这块地是他们家的风水宝地，叫什么地涌金沙。罗耀宗在屋子里大喊大叫，周围的邻居都听到了，所以这件事情很容易就打听出来。如果是因为这么一个原因，倒是不影响我们开发楼盘。那他们会不会闹事？要不要我去一趟甘泉村？不用了，免得再打草惊蛇。在土地签约前，我们都不要再去那个地方。好。难的不是买下这块地，而是卖。需要一个好的故事包装。黄金宝地，地涌金沙，这不罗家送上了一个现成的好故事吗？金沙池。好，没问题，我先去联络了。尤里，你妈妈最近怎么样？还是老样子，医生说不能着急，我每天回去都跟她讲话，我相信她能听到。我也相信，如果有什么需要，可以跟公司说。谢谢夏总，那我先出去了。行。喂，你好，启航地产。哦，你们的土地申请审批通过了，有时间过来签下合同吧。好，谢谢，我们随时可以。这个合同我看过了，政府给的公用模板，可调整的余地比较小，措辞上也比较强势，但框架严谨，所以没什么问题。我们夏总对待合同还真是认真。是啊，不敢不认真。你最怕你签了合同，看看连带责任条款怎么写的，公司的所有损失由你一人承担。是啊，合同的事儿，怎么小心都不为过。你知道签合同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最重要的是要先去考察跟你签合同的这个单位靠不靠谱，其次才是核准合同文本条款。这次跟我们签合同的是政府，不会玩一些文字游戏、挖陷阱，所以放心吧。是，最重要的是合作方靠谱。要是我早明白这个道理，而不是心急想拿业绩奖金升职，也许就不会来到这儿。现在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好事。这个呢，是我们之前谈好的土地租赁协议，你看一下，没有问题的话，就可以在上面签字。好。之前项目都是远辉接的，合同也是舅舅签，这将是第一次签下夏小兰的名字，不是以销售代表的名义，也不是以项目责任人的名义，而是完完全全以启航地产独资董事的名义。我知道，你一定会有特别精彩的人生，你的未来也一定会有比现在更加辉煌的时刻，就让他陪着你，一起书写灿烂的人生吧。看来那份意向书还是有点用的，最后单价是13万1亩，比我预计的要低，但是总面积是23.5亩，总共算下来是305万，跟我们预想的差不多。想当初啊，我们凑一个露娜的广告费100万，难得不得了。现在小兰拿地300万，哎，轻轻松松，有一种什么感觉呢？财大气粗。华兄，你说的怎么不像好话呀？夏姐，之前大家都帮露娜，这次我拿的钱最少，主要是露娜刚买了一条生产线，账上确实没那么多现钱，再加上 Elegant 一直追着我们开分店，没办法，大部分的利润又都投进去了。Elegance 现在幕后的老板是谁？有说吗？听说是港商。季雅肯定是偃旗息鼓了，反正不管是什么商吧，终归就是对手呗。主要是这次没太能帮上启航，我有点过意不去。老陈，你也别这么想，这次呢就当是我自己个人向你们借钱，而且露娜那条生产线我知道你也盯挺久了，总不能因为我耽误了你们的生意吧？反而启航买地看起来是不是特别草率？说实话，我
抽水沟上盖房子，那我觉得，哎，你觉得啥觉得？你就相信我小兰姐就完事儿了。那我小兰姐盖的楼绝对是这个省城最好的楼。是啊，小兰肯定早就想好了。对对对。不管怎么说，还是特别的感谢大家。拜拜。明天交完钱，手续就全部办完了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清理场地、测量、贷款、整地基。这么多事儿，我觉得你需要一个帮手。是，我打算让葛健试试，你看行吗？工地的事务主要是跟工人打交道，葛健是练武出身的，对工人有威慑力，而且这么多年跟在你身边，也耳濡目染，有一些经商头脑，倒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行，那就让葛健尝试看看他能不能胜任。哎，还有千头万绪的事，等着我一件件干。真希望金沙池明天就能盖好。哎呀，我们夏总的工作好像是永远也干不完啊。周大律师，你这是在抱怨还是在撒娇啊？都不是啊，我是感觉你最近好像特别着急啊，好像什么事情都想赶紧完成。以前的你很有决心跟魄力，但并不喜欢冒险。不过这块地儿确实是一块难得的好地儿，错过了可惜。夏总，我们启航的第一个项目一定会顺顺利利的，加油。1991年10月9日周三，启航地产买下第一块土地。希望项目一切顺利，希望还来得及。哎，常哥，你看今天那小兰姐多高兴啊！你想想那会儿咱第一次见她的时候，那会儿还卖鸭蛋呢，啊，吃个面那都舍不得。看看现在，房地产老板。是啊，我也很替她高兴啊，就是有点担心，她会不会太心急了？哎呀，小兰姐一直就这样，那看准了就干，那不怕失败，失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莫欺少年穷，莫欺少年经验不足啊！更何况了，小兰家好像就没失败过。对，那失败了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反正我们也不是一穷二白的时候了。就是啊。行，我先来了。哎呀，以后等那个小兰姐发达了，这边盖一栋楼，那边再盖一栋楼，都是我们的。哈哈。说。喂，小兰，不好了，甘泉村村长来臭主公闹事了。这是我罗家的风水宝地，我一定胜利非常。喜欢种谷的人，这个被人们骗走了。现在地产商大爷，地是我们合法买的，合法施工啊，告示都已经贴出来了。无车来了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王家的告示啊！王主任，你怎么把人给惊动了？这是我罗家的风水宝地，这么在卖呀！老爷子，您先别激动啊，咱们搞清楚，这块地可是国家的地，可不是你们罗家的地啊。省城现在的大环境就是抓生产搞建设，人家走的是正规的审批流程。过来，老罗同志，这征地的赔偿款可是1分钱也没少你们的，做人可不能太贪心啊！赶紧都散了吧。好。爸，
那不行，咱们先散了吧啊！那什么，散了吧，散了吧，散！不可以散！不是你这臭小子，把罗家的风水宝地让的全市人都知道了。我跟你对不起，我有啥关系啊？走吧。师兄，哎，师妹，小兰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你是没见到刚才呀？早就到了，通知街道办去了。这件事让我处理，不如让街道办处理。罗家人之后恐怕还会来，有街道办管着，他们也不敢捣乱。好。那就这么算了。哎呀，我已经答应了福田街道办的干部，您可别再去捣乱了，不然我这个村长都当不成了我。你怕丢官，我不怕。起来，上面，还有闲心坐。这位置是不错呀，小兰，你隐蔽的挺深呐。毛老师，真不是我故意瞒着您，是您太引人注目了。我自己都不敢多来，生怕被人截胡。别的开发商就不说了，这要是罗家人提前察觉，拿下这块地恐怕都悬。小心还是有用的。哎，这儿啊是活水。你把这杂物清理干净，这地况就清楚了。这地儿名儿太难听了，臭竹沟，这咱得给名字改一下。当然要改，臭竹沟只是当地村民的叫法，我打算给它改名金沙池。有传言这里的水里会地涌金沙，不管真假，图个好彩头也挺好的。有活水就有沙，金矿不常见，沙里含金常见。啊，我就想盖房子，可不想挖到什么金矿。哎呀，这金沙和金矿能是一回事吗？你别想得美，沙里含金很正常，但大多都不具备开采价值。那这地涌金沙，那得是多大的含金量啊！你看啊，这亮晶晶的是云母碎片，不是什么金沙。哎呀，既然如此，那这地涌金沙的传说，不得讲得再惊世骇俗一点？夏总，金沙池的软文和上次罗家人去闹事的照片，我已经都给到粤省的各家媒体了，但是，没事，你说。有好几个编辑是知道那块地原来的情况，觉得肯定没效果，有的直接就跟我说，觉得太悬了，严肃媒体登不了那种内容。不一定。夏总，葛经理，有礼。那我先出去了。好。夏总，您说的东西准备好了。葛健，过来看看这个。地涌金沙可不是传说，而是亲眼所见。这就是地涌金沙。夏总，清淤工作开始了。不知道罗耀宗爷爷当年看到的是不是这样的情形？
好像发现金子了。好，这里看，这金子，金子，别去了。哪里有金子？好打，多少？快吧！啊！你看这个是不是啊？小李，你看着我，跟我严点，快！快，报警！爷，抓住金子了，爷，抓住金子了啊！今那块地真挖出金子了，快叫人，走，咱老家的风水宝地，一定要回来，走。颠倒了时间，四季也交错。